我叫你不要迟到，结果我自己迟到。迟到大王。B two， 我知道在哪。哎，到了，这里。Okay. And then you guys have 2 events. Oh, thank you. 看，就是大小刚好吗？这是弯size的吗？你好适合这件，哎，还蛮好看的。Aim for the center, then you throw. Throw, not put, throw. I want you all to throw. Then, if not center, just shift it back to the center. 哎，Billy，因为我今天做的我要送给一个观众 James，那你做的就是送给我，我想要一个碗，最好可以吃面。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不难，对我来说不是难事，因为我会做馒头，所以我就把它当做馒头就好了。好险我是体质很燥热的人，结果在我掌心一下就软化了。就大概3年前吧，就在另外一个 YouTube 的见面会上面，我就见过一个粉丝观众啦，他叫做 James， 他是新加坡人。然后这3年多来，不管我是发影片还是写文章，就是 James 都会在 IG 上面留言啊，或是也会在 YouTube 上面留言，每一则哦。然后就是为了支持我，而且几乎这3年来真的都没有间断过，而且他会 IG 留一次言 ，YouTube 留一次言，我就真的很感动，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可以手做一个，因为那天我有问他说他喜欢杯子还是碗，他就说他喜欢碗，我就想说这是这个机会可以手做一个陶器。我就想要做一个碗送给他，我这样在做碗，在想着别的男人，这样可以吗？他那天出国去泰国出差，还都要看我们的影片呢。啊！可是你确定他要你这样的一个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可以拿去种花还是无所谓啊。你做好了？等什么合晕就是老师做的。我只是负责吹干的。S 是我 Sylvia，J 是老师 Joe， 不是 Super Junior 哦。你在写什么？这是一个饭碗，然后这个字是铁，所以意思就是铁饭碗。有了这个碗，我这辈子就不用愁了。你来看他们的这个成品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做完颜色就是这样，很好看呢。我们就直接在这家咖啡吃晚餐了。哎，他们是同一家啊？对，他们是同一家，是同一个牌子的。你可以先 scan 这个点餐了。好啊。然后然后好像是叫他过来吧，这个蓝色的饮料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我觉得我对太有颜色的食物或饮料是没什么兴趣的。哎，我比较喜欢你的。你的好甜哦，而且是人参糖。对啊。好补的感觉哦。还是我的比较好喝。酸酸的。就柠檬汽水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素的哎，全素哎。哎，我们今天这道菜是全素哎，完全没有肉。这个好像那个 squid， 就好像虾哎。对啊，就是素料理啊。我要先说，这是一个媒体邀请，我之前没有对他抱这么大的期望，结果他比我想象中好吃10倍。我今天点了4样，完全没有地雷，我都喜欢。你知道很像新奶吗？你知道日式洋食风，这个是韩式洋食风。我最喜欢这种很有童趣、很孩子气的食物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它的东西就是怎样，说不定不好意思打断你。没有，真的好吃啊！好吃哦。而且这是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复制哎，这个我吃一口我就会做了。哎，不是，因为我
之前有很多观众就一直问说，哦，你们每一集都出去吃免费的，好爽哦！我好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番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得很烦。第一个，媒体邀请，就是我很像以前我做记者，每天进公司可能有10个邀请，我今天就挑哪几个我看起来比较有兴趣、比较有值得报道的点，我会去。就是我记者的生活。那现在像这种媒体邀请，也是一天可能打开信箱，我会收到3、5个，但是我不会每个都去，因为我还是要看符不符合我们的调性，跟我自己看起来会不会喜欢的地方，或是喜欢的食物。再来就是媒体邀请是没有酬劳的，而且媒体邀请它不可以干涉我要做任何什么样的方式的报道，就是我自己去找亮点，我自己去找值得报道的点。这个叫做媒体邀请，它跟业配是不一样的。业配是你有钱拿，而且你要讲品牌或是老板跟你讲说，你一定要帮我提到这些东西，那个叫做业配。但是我很喜欢去媒体邀请的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媒体邀请它是请你来工作的，就是像我是记者，我来采访的。它会给我一个很舒服的环境，让我好好去发掘这个东西，或是这个事件，这个 event 的亮点在哪里。它不像我们自己平常去餐厅，我们拍东西有时候会被赶走，有时候老板会说我们不准你拍，东西点了不准我拍，就是会有一些风险在。但是像我们来这种媒体邀请，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 mentality， 我知道我是来工作的，店家也会给我一个很 friendly 的一个回应跟协助，所以我就会可以比较专业去做这件事情。这个豆腐薯条真的很好吃，你刚刚讲的也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给你很好的环境去拍东西的？是真的，我们上次就中到一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觉得因为台湾的环境已经很成熟了，新加坡感觉还没有这么成熟，就是自媒体这一块。我觉得有时候连我们都会受骗的，就是被邀请说我们是去工作，是去媒体邀请试吃，可是最后会收我们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就是就是还是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放聪明一点，不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被利用，就是去开幕找我们来当第一批的客人，可是因为他说我们还没有对外开放，我们让你先来吃，你自己付钱，都没有讲清楚，所以这个还是有好多 gray area， 就我们自己也要小心。你小心不要刮到地板哦，那个木架很硬，还有你的手，因为那个钉子应该有细菌。嘿咻嘿咻嘿咻，可是会没有人。上次你自己一个人怎么猜的？我已经完全忘记了，因为我就好像肾上腺素上升，因为我不想它一直放在家里面，好痒哦。每次买淘宝大型家具，我都不会在我们家客厅拆，因为不知道就我自己敏感是什么，可能是有灰尘还是细菌还是尘螨之类，就都会好痒哦。你们刚刚看到我拆那个包裹，应该是1个多月以前的事了。买的就是这张橘色的椅子，还有这个粉红色花朵的椅子。IG 上面也有人问 ，YouTube 上面有人问，就你这2张椅子是在哪里买的？好漂亮，好可爱哦。那为什么我一直迟迟没有分享呢？就是因为我买这2张椅子的过程非常的糟心，也花了很多冤枉钱。本来是想要买粉红色1张，橘色1张，你们看后来橘色还买了2张，所以我想说我要整理一下整个故事再跟你们说。这张椅子哦，它的售价加整个从中国运过来的运费应该要550新币左右，也就是台币1万多块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个椅子收到的时候，它的用料没有值那个价钱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喜欢它的设计跟我觉得它的布料很可爱，所以当初我是接受的。因为它真的还蛮贵的，所以那时候我考虑了好久。我后来决定先买一把，就是我房间那把橘色的，先确定我喜欢，然后我再买第2把。然后以下我所要分享的呢，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从淘宝买大型家具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因为这是我学到的教训。我收到这张椅子之后，我就试坐，然后发现整个骨架是歪的，然后你看这边的坐垫跟这边比起来，这边的坐垫没有缝好，是整个凸出来的。再加上这个椅子坐起来，我觉得跟它的产品叙述差异有点太大了。例如椅背这边是整个都是空心的，只有1块布而已，它都没有提到。还有坐身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椅子，除非你是155公分，可能50公斤，不然它整个是没有办法支撑你的身体的。
那客服那边是说，除非有人在转运仓那边可以帮你整个拆开检查椅子，如果是坏的，他们就可以帮你换货或退货。但是只要这个东西一出了中国，就算是脚断掉，他们也不会退货、换货或者是退钱。然后后来我真的撸了好久，我真的是使尽我全部的招数，我就是一直撸他们。他们最后就是只能答应说好，他们寄一张全新的给我，但是运费我要自己付，所以第二张橘色又寄来了，然后运费是100多新币，就是总之整个加起来就是很贵。那我为什么最后还是买了这个粉红色的呢？因为当初我在选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本来就是一组的，我就是不想要拆散他们啊，然后。那时候是因为考量说，我想要家里有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，所以这2个颜色就是我一直想要的。再来，我只是需要一个，我知道这个椅子本来坐起来应该就是不是舒服的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摆回来摆包包啊，或是脱掉的衣服啊，或者是我当成一个脚踏垫、一个凳子使用，所以我是这样子心态之下，然后买下他们的。所以不推荐的点是在，除非你也是像我一样，只是找2个装饰品放在家里面，然后就是这样摆着哦，不然它是不能做的。那这个整个过程比较值得分享的部分就是。因为我还没有拍 room tour， 那很多人都知道，我常常讲说我家的家具几乎都是淘宝买来的。当初我都是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在买这些东西，因为对方真的都有跟我讲，他们是不负责的，东西只要出海有破损有坏掉，就算什么东西断掉，他们都不会帮我换货退货或者是退钱。像我在淘宝买家具这件事情就一直被老师骂，因为我买的很多玻璃的东西，还有像我房间那个很大的落地镜，第一次进来的时候都是整个碎掉的。而且他们真的都不便宜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想清楚，因为如果你现在再给我重新来一次的话，我可能会有点不敢买。这礼拜我们不是去做了陶瓷课，又吃了韩式的咖啡厅，干脆就一路韩式到底好了。所以我今天要做家庭式的韩式拌饭，饼饼吧，是饼饼吧吗？是不是啊？上次我是说那个 omakase， 说是 omasake， 我有时候会口误的好吗？因为我很懒惰，可是其实重点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所以你们今天可以跟着我的步骤，我们就可以一锅到底，不用一直洗锅子。第一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黄豆芽，就是大豆芽，我们把那个尾巴拔掉。摄影师一起来吧，8点半了。我有事。我先走。有什么事？快点！来，给你一个碗，把那个尾巴这样哦，这样拔掉。哦，尾巴丢这，尾巴是丢这，不是丢这。豆芽我们拔完了，我们现在要把它洗一洗。洗之前，我们先煮一锅热水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烫豆芽。水现在滚了，我们把黄豆芽放下去。烫30秒就好了，不要太久，30秒。不然它就不脆了。30秒是水滚之后再来算吗？还是一放下去就可以计时了？其实我是觉得一放下去你就可以计时，因为你那时候水是滚的了嘛。那这个又不像生肉什么的，你时间不够不能吃。这个蔬菜本来其实你生吃也可以，但是我们就过下热水，它那个草腥味会不见。30秒到，我们把火关起来。好，把它倒出来滤掉。把刚刚烫豆芽这个锅子的水擦干。第2个步骤，我们要来处理杏鲍菇。我们把杏鲍菇拿出来。今天杏鲍菇我们要切成片状，切直的，我们切成一片一片的。这样子的宽度放在嘴巴里面，我觉得还是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再对半切。这样子的大小我觉得最适合，但是看你们自己喜欢啦。接下来我们要干煎这个杏鲍菇片，我觉得这个步骤在这个料里面是最重要的，是我自己的独家小秘诀。因为我们把这个水分去除之后，杏鲍菇的口感会变得非常 Q， 很像在吃肉，很好吃。把杏鲍菇均匀的铺在锅底，不要加油，我们是干煎，不可以加油，加油它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开很小的火，小火，你们看杏鲍菇流汗了。
这部地方要比较多一点耐心，我们要慢慢把那个水分逼出来。其实还蛮疗愈的，你看它变比较干了。最后一批也都烤好了，把火关起来。我们先把它夹到旁边的盘子上。第3个步骤，我们来煎荷包蛋。荷包蛋要煎的好吃，就是油温要够，油要够多，那个蛋等一下才会旁边有点焦香的。我边煎荷包蛋，我都会把旁边这个油拨到蛋黄上，它很快就会熟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把火关起来。美不美？摄影师，你说美不美？现在已经最后一个步骤了，我们把刚刚煎蛋的锅把油擦掉，小心烫哦。最后我要做这个是泡菜炒猪肉，可是我跟你们说，其实不需要这个猪肉，你那个泡菜直接放这现成的料，这个拌饭就已经很好吃了。我今天用的这个是火锅的猪肉片，你看它的油花很多，所以我要干锅先把它的油脂煎出来。如果你们用就是猪五花啊，就是除非你的肉真的太干，你就加点油。如果是油花很多的话，都建议你们先用它的油去炒菜就好了。我这边是开很小的火，我都很有耐心。你看这个是它逼出来的油，我都会这样一片一片，慢慢的把那个油给逼出来。这边啊，如果你闻到那个肉骚味是正常的，就是在逼油这个过程当中。但是你再过一下时间，那个味道就会完全不见。你等一下吃的时候也就不会有肉骚味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都是猪油哎，所以就不用加自己的油了。这样其实吃起来也比较健康。好，这边快要差不多了，我这边切一点葱段，然后把它加进来，在这个油这边先炒一下。泡菜放在中间，先单独它自己炒一下。因为我每次都说过什么啊，就酿造类的东西，你先下油去炒它，它的味道会更浓厚，跟你单吃这个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泡菜在腌的过程，它其实里面已经有姜、蒜、葱、洋葱了，所以我就不会再加大蒜、姜什么了啦。我觉得它的味道已经够了，我都加一点新鲜的葱，提一点味就好了。你炒到啊，你一定可以感觉得到的。你这样炒，稍微炒下之后，它那个酸味会变得很强，然后感觉好像就是打在你的鼻子上面。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肉片全部拌进去，快炒到它熟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组装这个拌饭了。我们先放一点豆芽，再放一点杏鲍菇。再放我们的泡菜炒猪肉，再来是我们的荷包蛋。哇，是不是看起来食欲很好吃啊？接下来就是今天唯一使用到的调味料，就是我们要淋一点麻油、芝麻油。我跟你讲，这几个东西的 chemistry 加在起来。好鲜，好好吃哦！最后我们要在上面撒一些海苔，撒一点在上面，这样我们的韩式拌饭就做好了。可以吃了？可以啊，给。每次都是我帮你拌的，你会不会拌啊？先把那个蛋呢，我看你怎么拌。今天喝的是紫菜豆腐蛋花汤。老娘现在真的是汗流浃背啊！如何？那你通常平时的时候都是弄素的嘛，已经很好吃了。嗯，今天加了肉，也不同的味道。
泡菜才不是素的，它有 anchovy。对吼，我忘记，对。I don't think that I'm being that selfish right now. You said yourself you'd be breaking every vow. I can understand you're tired of this town, and I'm not saying that we have to settle down now. Just